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五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仁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你一定会关心的是，如果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在最后时间截止以前，对于民党来绿营的委员能够有1席、2席，像这样的一个列入罢免的3阶呢？好，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焦点还是摆在6月7号这个礼拜6以前，包括吴思瑶、包括吴沛忆，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标？但最近的讯息越传越多出来，仁俊，那请问你手上那个是？那个是。所有包括各个组织，包括党部啦，什么地方党部、中央党部，在赖以任他们提出来的，然后联署书到底提供了多少？党中央挂0啊。这个先讲清楚哦，这个是市北地区啦，就是说国民党这个不管是青年军啊、罢团啊，或者是国民党党中央，因为这个反正每个人都曾经讲过，就吴思瑶那一句，要罢免市北的吴思瑶嘛，那这个是赖以任呢，在这个接受这个网络媒体访问的时候呢，特别出示了这一张，因为大家很好奇说你的2阶到底联署的状况怎么样啊？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出来之前，曾经也有新闻讲说，不对啊，那个赖以任每次都嘴巴讲，那讲说有多少份，大家都没看过，那个份数都他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结果呢，赖以任今天这个就公布了说，好吧，我手上有多少这个罢免吴思瑶的啦，你可以看到这叫罢瑶总部，有分成什么本部、分部啦然后特别还有一个叫做热血草，哇，这个热血草厉害了，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部，它是独立作战的单位，所收的联署书呢，哇，说什么已经超过，算起来比他们本部自己收的还多所以就说哇，你看热血的小草一个人可以冲这么多份，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这中间还特别标注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在这一章你会看到，从中央党部到市党部全部以降，全部通通都叫做0，这样也不太公平。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从4月9号开始嘛，到这个5月9号左右。而第2章的时候呢，终于看起来国民党党部有动了。为什么？在5月13号的时候，国民党的市党部的这一块有丢出了214份的联署书。这个是统计到6月1号为止。这最新的了哦。到了6月1号为止，但是国民党党中央呢，中央党部的部分呢，还是一样挂0。那甚至在他所这个公布的这个里面还有包含到汪志斌，你的 KPI 达到多少，林信娥达到多少，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叫张思刚因为在这张表上面看起来张思刚全部都是0，你也没交，结果张思刚说没有，我后来交了，为什么？他呢集中火力，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张思刚的这一栏呢，在5月23号的时候，一次交了3400多份所以他不是零星的交了一血冤屈这样张思刚也说没有4500份而且这样讲张思刚不公平张思刚都已经为了交这些，那还被地检署传唤，然后还有各自的那个有没有转被告？对啊，都已经忙活成这样了。那这就是主持人不了解的地方了为什么张思刚那一趴在第1阶段？人家现在讲的是2阶一阶他们这个罢摇的讲得很清楚1阶那一块没有那是我们那个是党部党部去处理的通通都切开只是很有趣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叫洪汉廷的也被点名不是洪汉廷不是新党的，不是为什么你不要讲那个热血草都有了那也要人家愿意不然你把洪汉廷这边搞个哩哩的后来这一张来洪汉廷在这边5月16号的时候，洪汉廷这边有131份。我跟你讲，这个公布出来第一个杀伤力是什么？你知道？那你民众党列进去有啊。我跟你讲，他这边是民众党尚未提供嘛。有热血草我们要留到最后一个才给人家讲一下民众党，你这么多个图给人家有热血小草热血草算不算在这？没有，我告诉你，按照赖以任的说法，热血草归热血草，民众党你到现在1分还没有给我嘞不过我必须讲民众党有人个别去联署过。还做过新闻嘛，对不对？还有这特别我忘记是徐府还是谁，反正过去来说我们跟着一起联署要罢免但重点回来了，我说今天这个公布一出来，这最大的杀伤力是一大堆的这个上面被点名的议员立刻被追着问，你的 KPI 在哪里你怎么没有多大？连侯汉廷都被追着问，侯汉廷说我们还在努力啦，我们继续努力当中什么什么。可是这整件事情很怪我都讲。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赖以任在第1次到北检去的时候，后来出来的那个晚上，他不是在外面一直要讲话，他的律师妹妹
阻止他，还在侦办中，不要再让赖以任说话，大家还记得吧？赖以任在这过程当中还有被约谈过好几次吧？我如果没记错，他1次2次都有在一直被约谈了。但是赖以任上节目接受专访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时候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啊。但他所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剑指的都是国民党啊。而且人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这些整理的资料要拿出来用？因为很简单嘛，6月7号时间要到了嘛。第一个是6月7号时间要到了，你今天要罢免的这个时间点 deadline 总是要丑媳妇见公婆嘛我都讲他最有可能的一个方式啊，因为现在这个地区真的最尴尬就是没有领衔人我就讲你今天把这个东西要送去中选会好了，中选会会收件吗？他一看没有领衔人，他就没办法收，因为领衔人不会有盖章，没有什么不会收件嘛，他连点都不会点。好，那所以呢，我觉得最有合理的一个剧本大家可以到时候掀开来看嘛就是他们会收集了一大堆，说我们达标了，我们达掉，我们要送中选会，但中选会因为没有领衔人嘛，所以拒收嘛，没办法收件嘛。好，所以第一个版本会出来，中选会打压民主自由，你们就是不愿意尊重公民，我们就是有联署啊，为什么不让你收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因为中选会不收件。没有收件之后就没有进入地方选委会查核的这一段，所以到底那一天交出来的联署书是真是假，也没人知道。这件事结束了，这件事结束了但我就讲，就是说，其实罢免真的，老乡，我到今天为止，我还是有一个疑问。我相信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民进党立委有这么强，民进党立委有这么厉害，民进党立委有办法做到整个选区里面大家都不想罢免他。因为罢免这件事情，1阶跟2阶很简单，操之在己啊。操之在己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努力去收，热血小草，你今天都还感动到，就是说热血小草一个人可以收到这么多份，10%就可以。我们现在在谈的不是50%，我们在谈的是这个选区里面的1%，跟10%到10%，1%都出现这么奇怪的状况了。你说到10%这件事，我也不相信。我那天讲说，国民党在整个的这个去年的选举当中，他的政党票拿到30几%，结果在地区上面为了凑一个1%，搞得很难看就算了，现在要搞一个10%，看起来党部没有动作而且我也不太懂，就是说为什么汪志斌、林信娥、张思刚、陈崇文这些不能算在党里面，一定要个别被切开来，还是要形塑一个就是党在这边真的对他不闻不问？好，为什么要切到这一句？因为这段时间看起来赖以任是有一些批评的是有一些抱怨的包含到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张克进，张克进那个 AB 版的那个后来原始版出现的时候，不是里面有一些批评国民党的字眼吗？批评朱立伦，批评他整个的这个大局整个预测错误这种。赖以任曾经说了一句话，4个字。心领神会，那代表什么？他是认同赖以任在强调的是，张克进走一条不同的路，我要走一条对抗民进党的路。赖以任是所有在这一次不管蓝绿的罢免当中最奇怪的一个案子，也就是所有要被罢免的都是这些人是新闻主角，只有赖以任是要罢免别人的，自己来做主角，一天好几则新闻就算了。最奇怪的是，他本人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投票的资格，因为他的时间未到他也不能联署，更不能当领衔人。但每天在这边叫大家这一区的来罢免这个，来罢免这个，我不太懂。就是说民主政治走到这边好，我也尊重他也是个公民但是整个的乱到今天，朱立伦被问到说，人家现在都点名你，你知道朱立伦怎么说吗？朱立伦说，其实艰困的不只有台北，我们很多地方都全国都艰困。那所以呢，没人听懂朱立伦到底要表达什么。不过现在外界已经认为说，赖以任这个说法是不是已经开始在为接下来，因为老实讲，侦办到现在为止了起诉书的部分到底未来会怎么揭露？赖以任今天讲了一句更有趣的话，针对邱明玉，就是邱明玉，你没事都讲你家廖北亚，今天赖以任说，其实邱明玉可能误会了，为什么？他说真正的廖北亚在这里，为什么？我觉得他很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周星驰的电影有一句话叫做或者根本没有死神，或者人人都是死神，大家还记得这句话？赖以任今天说，其实根本没有廖北亚。因为每只手机都是廖北亚，他说因为被找去的时候，检察官会把这个手机都 copy 啦，你那公公啊，你这句话从另外一个意思来看大律师您这样一听，那是不是代表你们手机里面确实就有这些对话？到底名册谁给的？然后谁有没有去抄？到底他交了多少份？赖以任你现在这个一直讲，开始有人好奇你现在开始放大决，开始开地图炮。
之前骂的都是赖清德，骂的都是民进党。最近的专访，你骂的跟批的还有影射的，可都是你最爱的国民党元之，你们自己会不会觉得怪？我就说在这个节骨眼，因为吴思瑶这一席还没到确定的时间，要到这个礼拜6。但是现在把这个东西丢出来，大家就一定会看嘛。党中央你到底交了多少？你谁交了多少？我再讲那个时间序到6号之间，不知道差了多少份，或是不是能够补齐了这些。可是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包括刚刚任俊讲说，在过程当中，他有讲说党中央当初讲的一些资源也都没有到啊，什么类似这些，是在卸责吗？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在找战犯，真的是这样吗？我爸摇那一块我没有参与啦哈，但我自己在外面看啦，我坦白说，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推来推去，因为之前有一个风声是说什么赖以任他跳出来讲，说一切责任都爸摇他失败他来扛，不是啊，你怎么扛啊？赖以任你怎么扛啊？你一个青年军，你一个人有办法罢掉吴思瑶吗？我就讲我的例子嘛，我的例子是他们弄了多少资源在弄我。有罢团就算了，那个时候2阶联署，后来是民进党的议员，每一个人去街头宣传呢，然后去那边摆摊呢，然后每一个人那个还有人挨家挨户的，然后要求里长去连，那时候里长承受多少民进党议员给他们的压力啊？人家是这样子弄我，然后结果我们如果说那个赖以任一个人扛，他要怎么扛啦？我觉得要罢吴思瑶应该是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像你刚讲的那样，就是党中央也下令你们的议员在因为在士林北投刚讲到张志刚、汪志斌，然后林信儿你们也有人，然后所有这些你们就给我去摆，就到每个地方去弄，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吴思瑶拿就你们也可以这样弄。其实我坦白说哈，那时候罢我那个团体啊，他们彼此之间好像也不是很愉快啦。坦白说哈，那时候罢我那个团体啊，他们彼此之间好像也不是很愉快啦，因为我是看网络上那个脆上面啊，有人在骂那个罢我那个领衔人嘛但是他们就有讲一句话，他们就说啊，这个大家先不要讲这个哈，先完成2阶联署再讲。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样嘛，今天应该重点应该是吴思瑶吧，就是说大家认为说他不 OK 嘛。对不对？他不 OK， 所以要把他罢掉吧。所以赖以任也只不过就是一个帮忙的人，其他国民党的人如果要以罢制罢或其他，大家应该先把这个事情完成再讲。哪有说这事情都还没有完成，前面就已经吵成一团了？那你会让那些要联署的那些支持者作何感想？会觉得说连你们都吵成一团，那我做这个事情到最后会成功吗？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因为第一个张克进的退出，然后第二个。譬如说，像罢吴佩仪那边遇到的一个阻碍，也是因为司法介入的关系，就是大家会比较怕。有的人联署之后还把它拿回来，这个都有，这个很多因素都有，确实是都有，但这还没有到检讨的时候。关键应该是，那好，那现在还缺多少？大家怎么努力？像民众党，我觉得很 OK 啊。虽然说这个东西赖以任都国民党的，但民众党我在旁边协助嘛。你现在缺的是联署书，好啊，那我就来给你啊。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应该有的。如果照元之刚刚讲，亮君很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元之刚才的字里行间提到了司法侦办，然后你最近一定很常听到司法迫害，然后就是因为这样，连赖以任他讲到为什么联署书被影响有2个时间点，4月14号党部被搜索，另外一个当然张克进退出，党部被搜索就是所谓司法迫害，所有这些连不出来或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因为大家寒蝉效应，人人自危，这就民党这个赖清德用这样搞的，是不是？我觉得怪东怪西，其实上一次也是在这个节目，我就讲说，如果你们没有违法的话，就不会被调查，不会被搜索嘛。那今天你看，讲说赖以任就一直讲说，这个市北到底成败与否，我来扛。可是问题是，真的大家从头到尾都有给你们机会，也就是说，按照制度来说，你如果认真去摆摊，你不要东抄西抄，你好好的像叶元之讲的，如果国民党的这些议员也认真的去摆摊，然后加上民众党在市北也有议员啊，新党在市北也有议员啊，这些人去摆摊，而且我看了一下历年来从2008年一直到2024年泛蓝在这个立法委员在市北的选举大概都有9万
9万出头的票哦，就是说即使有分裂的状况，也大概都是有9万出头的选票。所以你说要去达到1%甚至到10%的门槛，我觉得这并不困难啊。那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抄？我觉得就是偷懒，就是我觉得。就是觉得有一种取巧的心态啦，领衔人跑了，张克进决定说哦我不玩了，那你接下来要补件啊？张克进，我们先讲张克进，张克进那一部分，如果媒体上揭露这样，因为媒体上揭露呢，我在节目也有讲嘛，那后来赖以任不是在广播上面他也证实说，那检调出示提示给他们看的那些，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张克进看到王母的名字被联署签在那，这情何以堪的一个场面。你可以想象，那当然他后来为什么你说就是要退出？当然这些我觉得多少都有一些影响。但是光看到像这样的，因为赖以任自己说检调也有给他看，是啊，所以你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平常讲每一个在座，我相信每一个人大概都很难想象那种状况。这在当时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情要去自处？对那个情形，而且。对于张克进来说，领衔人嘛，等于是你到时候送出去这些联署书，有什么状况是领衔人负责。而他看到的时候，是自己已经离世多年的母亲，然后的联署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情很复杂，一定非常的复杂。而且重点是说，赖以任明明知道。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他受访啊，他其实早在这个4月14号的时候，他就已经也知道这个事情，检调也有跟赖以任讲到这个事情，所以赖以任也知道。那你看4月14号到现在，然后赖以任讲说这一切我来扛，我可以理解这个张克进受到很多司法的压力啊什么，不是这是司法的压力也是张克进认为你们国民党在乱搞你们在这个联署的过程当中，好，我愿意出来搭，好，然后出来担任这个领衔人，结果你们没有去摆摊，你们全部用抄名册，还抄到我的妈妈这边来，他的心情你没有去理解，也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赖以任演了一大出，说这一切都我来扛，然后感觉一副要壮烈牺牲的样子，我觉得这真的是演太大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将军，我还每次要问到将军都要问你出身是国民党，是啊。国民党平心而论，不管立委、议员或是政治人物，战将如云吧？当然非常多。那为什么会是一个他们最看重的吴思瑶这一区跟吴佩益这一区，一个叫赖以任，一个叫李孝亮，两个最起码在政坛在这一次大罢免以前，你知道赖以任是谁？不知道。你知道李孝亮是谁？一定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就这样子腾空窜出，但也好。总是江山要代有人才出，可是一路到现在越来，包括那个联署的份数出来，前一阵子，然后包括李孝亮到国民党中央去，不是鞠躬道歉，因为见不到朱立伦那句话，所有这些，就连国民党的支持者会不会都回头问说，我今晚到底谁在那了？我们以前有个顺口溜哈，人才也是财，官财也是财，人才放在棺材里，两财合一财，是这个态度吗？不是所有人端到台面上都是一端好菜，因为国民党这一次，我看得出来，当时也许啦，真的想培养赖以任、李孝亮，还有这个什么霸团式骑士，真的想培养他们，因为国民党那个普遍的年纪真的老了一点嘛，如果能够趁这个机会把这个4个霸团式骑士全部都给他弄起来，哇，国民党多4个战将不是很好？可是我讲人才跟官才都是财啊，要看清楚，现在是搞错了，我讲按照现在这个状况，李孝亮跟赖以任应该是一飞冲天呢。他们从默默无闻到现在为止，吴思瑶可能罢不成，这个吴佩益可能也罢不成。可是这2个人突然间变成家喻户晓、蓝营的新的政治人物，没有人不认识他们。可是他们代表的是正能量吗？代表的是负能量吗？还是他们真的看起来只有发亮，不正也不负？通常锤子打钉子，我们军中都讲嘛，锤子打钉子，钉子钉木板。那被钉了就认了嘛，就摸摸鼻子就去做。现在国民党这个状况不一样哦，现在不是锤子打钉子，钉子打木板，现在是木板咬钉子，钉子反过来咬锤子，锤子被咬得到处跑。锤子是谁？朱立伦呢？党主席现在被追得到处跑，你问他怎么回事？他这个不是只有这个双吴危险，我们都很危险，对，不是只有台北危险，我们都好危险。这主席在讲什么啊？主席出来应该是一个定海神针，一插全党安心嘛。现在变得最慌的是朱立伦啊，对，不是只有台北，到处都很危险。现在这个状况变成什么？因为什么？被了赖以任跟李孝亮搞的，整个国民党人心惶惶，唯恐明天
这个赖以任上广播又点到我的名字，那点到张思刚，张思刚真的有够倒霉，他已经出来帮你扛了这么多，那他是0分，没有，我缴了4000多份，然后点到钟小平，钟小平拼了命，爬了1万户的楼梯，1万户然后连数到1049份，你还要酸他？没有，不是，是原之说的，你还要讲他说他拿1000多，其实不容易了啦，要连署不容易啊。可是你李孝亮跟赖以任有没有出来讲句公道话？不要这样讲。其实这些前辈都很用心的，应该是这样。你担任一个后期的小老弟，你看到像钟小平这种年纪，钟小平很年轻了哈，拼老命爬了1万多户的楼梯，不要笑，对，爬了1万多户的楼梯，帮你缴出了1400多份。说我没在听，你应该谢谢嘛，要谢谢他嘛。对，这个谢谢他，年纪这么大，不，年轻力壮，还可以跑这么多楼梯，谢谢他。不是你在旁边，你的态度是什么？没有表示态度，所以我才讲赖以任，他一出来就有伤害，他都不要怪别人，我一肩扛，所有责任我一肩扛。但是重点都在但是，我一肩扛了，但是那个本来那个黄吕锦如说他们要搞1万份的，因为他被压了，所以没有，这不能怪我吧？本来我们来街头至少可以搞5000份的，那因为那个张克敬突然间退出了，所以这5000份也没有了。所以算一算呢，这个地方党部的1万份没了，本来预期联署至少有5000份的，因为张克敬离开了，所以没了。那么怎么办呢？中央又缴0份嘛。所以说我没有怪中央，我也没有怪黄吕，我更没有怪张克敬，都怪我自己。可是呢，但是如果他们都进来，我们现在就已经3万多份了，早就超标了。对，悔不当初。可是我敢保证，赖以任这一组绝对会破3万份，绝对会破。为什么？因为不能交啊，因为不能交啊，就你喊嘛。赖以任说，我手上已经有1万份了，明天可能就2万5千。为什么？他搞了一个所谓的热血草，热血草就是那个水库，你知道吗？你是哪里来的？是蓝的给的，还是白的给的，还是议员给？都没给热血草。你认为热血草只有一个吗？那很多啊，他有很多的热血草，说这都是热血草给，所以我现在3万多份，然后他会开个记者会。各位，现在已经超过3万份，我没有办法送，这是绿营的打压，我们的领衔人没有办法换人，这是政治迫害，我真的没有办法送，然后就不了了之。然后他会做一件事，叫做负责任的这个叫做什么？召集人，负责任的召集人，他会把所有的名册写一个答谢函，然后在这段时间，你支持以任倍加感谢。虽然我们中间受到了打击，我们风雨无阻代表他感谢你，赖以任敬上。哇，多棒啊！全部收了，3万多全部收嘞。你看，如果他到了学姐那个选区，学姐慌不慌啊？他可以寄3万多份感谢函呢。他现在在媒体的声量应该超过学姐了吧？现在赖以任在媒体的声量绝对超过学姐。那学姐怕不怕？当然怕啦，当然担心啦。所以你看，你这样讲，不止学姐担心。那国民党如果要是真的对，因为议员大家都知道，议员是多席次嘛。那而且同一个阵营的人是抢同一挂，也就是蓝营的人抢的是蓝营支持者，绿营的人抢的是绿营支持者。所以如果刚刚你那样讲的话，那可能担心的不只是有学姐哦，那国民党那几个议员也要担心啊。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那都是老议员，老议员根很稳，根很稳，他们的组织还够，他的根很稳。像张思刚啦，对，这些根够稳啊，他够稳固，他不怕。那学姐是我想第一届的议员最怕就是连任，那个第二届要过那个关不容易，尤其你第一届拿很高票，那紧张啊。你第一次选就2-3万票，很紧张，因为你第二次选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他可以2个人、3个人嘛，这个赖以任看起来不错，蛮有 gas 的，分一点。这新的议员，第一届的议员最怕这样。任俊，你一直在笑。不是我讲真话，就是我虽然对赖以任过去这一段时间就是他虽然没有罢免的资格什么，但他要去搞这个事但我真的必须讲，赖以任现在应该是士林北投区里面最有 power 的政治人物。你想想看，他手上的那个联署书按照个资法的规定中选会不知道可以留1年2个月嘛？你想想看，国民党在士林北投这2个地区有没有3万党员数没有，当然没有没有。赖以任手上的联署书开什么玩笑他拥有的那些个资都超过于国民党的党员数
所以你说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去点名这一个，我还是这样讲嘛，你去点名这个挑衅意味很浓厚，我真的必须讲，这是一个挑衅的意味啊。各自都超过于国民党的党员数哎。所以你说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去点名这一个，我还是这样讲嘛，你去点名这个挑衅意味很浓厚，我真的必须讲，这是一个挑衅的意味啊。你今天那一些东西，他这一年他就我没有违反个资法啊，你们不要讲我个资法。赖以任那时候不是讲说，连第一阶段的那个4000多分他有赢本啊？这些他要选举的时候，这都是他的利器啊。你国民党多少人要去求他？你多少人要去求？你有的资料都没拿多。可是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明凤光走到现在。等于这一场大罢免对国民党来讲，假设最后的那进了3阶，真的是31-0的话，那肯定是重伤嘛。但这个重伤之下，国民党所有这段期间的心血，包括有这么多的同志，那因为涉案的一些的问题，有被收押有什么，就是全部化作春泥，然后培养出了赖以任、李孝亮。是为了要这个样子吗？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当初一路上以霸制霸，就是你霸我35个，我好歹霸你15个，搞到现在这个样子，就只为了结局是这样吗？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不晓得干嘛，因为快结束了，可能在分责任吧。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晓得啊，我是有个感觉，我端午节过完之后，发现就风向变了。什么风向？过去大家都在帮赖以任跟这个所谓李孝亮骂党中央嘛，那突然呢，端午节的时候呢，过完之后就开始骂那个李孝亮跟赖以任，什么是不是廖北亚的？对，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开始啊用自己的资源要选什东西的，然后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国民党中央堂堂一个大党。然后呢，你要以霸制霸，你叫一个小孩子出来，那这个小孩子也不怕，他也帮你挺下去了。然后呢，事情快要到结束不成功了，你就开始骂这小孩子胡作非为，什么东西。你觉得是党中央在带风向？我不晓得谁在带风向啊。那看起来就是说，这个责任不是党中央的错的话，就是赖以任跟李孝亮搞的鬼啊，不是吗？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赖以任这小孩子纯粹就在搞鬼的，或是在干嘛的？那你党中央没人，把他换掉嘛？那你党中央下来接管，这整个罢免的工作才对啊。那你现在就拿一个小孩子出去，你这小孩就是为了要选议员啦，怎么手上有很多这个资源，怎么样？我告诉你，一个年轻人他想要从政，他勇敢的去做罢免，他这个展示他的决心，这有什么不对？那弄不成，他还说他要负责啊，然后连这句话也有错。这句话是我要抢风头，你怎么可能一个人负责？好嘛，那你家国民党大人出来说我要负责嘛，要么你就党主席出来说好，赖以任你不要再做了，我派人来做。那你们现在一堆那个7老80人那边看笑话，然后就骂一个20-30岁的说你在胡搞瞎搞，这有天理吗？我真的搞不懂。我没有说这两个人完全没有私心，或者说完全没有一点政治意图，可是有政治意图，他们有自己找自己的舞台，然后敢联署，别人还不敢呢。那些老扣立委员或者立委，你要不敢出来联署？那你现在呢？事情可能到6月7号就要决定，你是要端午节挂2个蛋的吗？立2个蛋了，然后呢，现在挂再立蛋，再立15个蛋嘛？那你现在就是说谁立的蛋比较多，是不是？还是说这个蛋挂蛋的人都是你赖以任的错，或是你李孝亮的错？我觉得国民党中央真的是够了没？那刚才又讲说罢团内部也有纷扰，有没有纷扰？有啊，这那区也有嘛。然后那个89后来花莲联署完，89开始骂人啊。那问题是为什么罢团可以在中间的时候一直整合好？就是我隐忍，我对你的不高兴，我都会隐忍好，但是我们就合作把这件事情完成。那为什么国民党到最还没有结束你戏就开始演了，就开始说你错我错，即使你们都错了嘛，因为你们都乱搞嘛，就没有搞成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奇怪了。端午节是屈原来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那个整个风向本来不是大家都在讲，而且我说实在，赖以任跟李孝亮年纪轻轻，他们也要面对司法的这个追诉。
那你这就是整个中央党部，要么你就去找一些组织部的人，组织部里面养多少人，那些人都没有办法出来摆摊子或是干嘛吗？或是主导这件事情吗？那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推卸责任呐，现在就是说，哎，我在就责了哈。那个到最后挂零的时候呢，几个零呢应该算谁的？啊，几个蛋呢应该分给谁这样子？那鸡蛋有几颗这样子啊？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不管是2阶进3阶，或是就算3阶国民党如果挂零的话，那就到了反霸。那反霸的这一块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国民党像袁志在节目里面也直接讲过，只要白营的人愿意帮忙，黄鸿章愿意帮忙，对你来说多一票都是一票。所以有很多蓝营的人会觉得这时候蓝白合非常重要，一中。所以蓝白合，你看，包括连赖以任这些，也有人问他这些啊，也有人现在最近在讲，不管李孝亮或赖以任，然后那个包括风格啦或各方面，是不是会那个民众党会比较喜欢，然后接下来他们会不会为民众党所用？赖以任就直接讲，除非国民党把他开除，对，很多这样的一些词。可是这件事情，说实话，它也凸显出一件事。就是白营，尤其看黄商跟白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多蓝营人倚靠的对象啊。赖以任都已经讲国昌歌了，对不对？然后都已经讲得那么甜，然后他也讲了，他说除非国民党开除我，他说他缴了党费3年啊，所以他除非国民党不要我，意思的下呢。我刚刚查了一下，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政治学的时候 ，party 政党，政党的定义是什么？大概就是比较一个通说，就是说一群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集合在一起，那为了这个国家，然后取得执政权，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赖以任跟李孝亮他们的想法呢，跟民众党呢完全就是 match。他们有民众党魂，民众党在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党，它完全背弃了，或是跟我们教科书上写的政党是一群基于共同理念而怎么希望国家更好的，完全不是吗？民众党从2019年8月，包括柯文哲生日那年8月要创党那一天开始，他就背弃了这个理念。为什么这样讲？我曾经讲过嘛，柯文哲最不要脸的一件事就是抢了台湾民众党这5个字。蒋渭水懂只是那个日本时代没有登记，你给人家拿过来。蒋渭水的祖先的后代是很生气的呢，那就表示说他在创党这件事情上，当初在组民众党的时候，他就完全背弃理想的嘛。他们就是一群基于只要为了抢不分区，为了得到那个政党补助款的一群利益共生体，所以这个党本身没有理念。那黄国昌过去在时代力量，当年我们大家觉得他有什么有理念，可是当他背弃了时代力量，跳进民众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窝嘛。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赖以任跟李孝亮他们本来就不是基于什么共同理念。曾几何时，在去年5月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我们那边在青鸟运动吗？那傅昆萁不是也搞了什么蓝鹰行动吗？那一个帮傅昆萁摆那个椅子的，就是赖以任啊。曾几何时是一个被傅昆萁冻在岁海呢，起码起争论节目这边讨论他1个小时，已经快多不啊，一成功啊。但我要讲这件事情，其实是国民党咎由自取，而且这里面最要负责的那个人，现在人还在看守所，就黄旅锦如。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有讲罢双五，这2个当然他们觉得说机会比较大，从选票结构来看。其实你当初如果罢双五不要有私心，黄旅如果不要有私心朱立伦不要有私心的话，你罢北投你就找张思刚，他以前罢过吴思瑶，他有经验嘛。那你更不用讲，你要罢吴佩，你就找钟小平，没有问题嘛。他之前罢2阶都成功嘛。你只要找这2个人来负责，我不相信今天会沦落到这种现象。但是为什么？因为黄旅他的私心嘛，黄旅就是他觉得这2个孩子青年轻很疼他们嘛。明凤姐对他们很好，我的一个天啊！不是，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就是他们出卖黄旅，出卖思刚，所以他们就在那，请问一下。你们是 party 还是那个青红帮啊帮派啊？所以我现在讲就是黄旅看错的。你明明他被这群年轻人骗了嘛？难道他说谎吗？这台语都知你敢不知？成囝不好，成弟也糟。伊今日就是把这2个囡仔成歹去啊！所以这2个囡仔当初是仗着黄旅，会使底下呢？赖以任是把刚刚讲到国民党有没有帮忙？有啊，国民党组织部、社会部。什么都下去啊！结果又有赖以任搞跟那个主任都出去了啊，搞跟那个黄国良党部都被骂走了啊，所以他们有没有要帮？那太厉害了，所以赖以任连大人都骂不过，所以这个习惯那个成囝不好嘛，我这个囡仔又不好，那不好料一佩服国民党啊！所以最后搞到小平书也要跟黄国昌所以我说这一个局就是你们当初这些大人搞成这样，已经挪去啊，这么挪去啊，对这2个年轻人来讲一把不差，反正民众党一定得边啊。我刚才讲一群没有理念的人结合，这个是完全符合民众党的那个的想法，而且对于民众党来讲啊，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他们抢到民众党的票，不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形塑一个，就是说他们很努力的在街头去联署，然后这些大人都不帮忙，这些议员都摆烂，所以
他们已经形塑出对于他们这些原本的蓝营的支持来讲，就是我们那边的议员很废呢，我们这边的党真的是不好。所以你懂意思吗？他现在是集合了这些蓝营的支持者，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才是国民党改革的希望，然后最后他们被迫离开国民党不管是因为被开除，或者是因为怎么样，那这些蓝营的支持者会同情他，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白营收他的时候，他们反而可以吸到不是原本白营的票，是吸到一群这些对于国民党中央不满，以及对于他们这些地方议员不满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议员的票还会被吸到一点，所以这个局对民众党来讲是稳赚不赔，一减二个蒙拿减四口，所以国民党基本上基本上他们只能说他们去找什么抗霸四本柱，就是国民党现在也不要朱立伦，黄瑜也没办法。本来的抗霸四本柱媒体上出现的是。卢秀燕、蒋万安，然后韩国瑜，然后黄国昌，对对对，本来媒体上出现他对他现在的四本柱就是说秃子、韩国瑜、燕子、卢秀燕、汉子，加了侯友宜，还有个公子。公子就蒋万安，这我帮他取的啦，我想这样比较顺。然后另外就是4+1 bonus， 就国民党自己有抗霸四本柱4个字然后另外 bonus 加1就是黄国昌，黄国昌就有点像是激动的侧翼这样，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先找你为什么都已经讲出来，因为这大家知道朱立伦跟不好，所以现在国民党这些人，现在我们在讨论什么2阶这个罢免什么无配，不重要，因为6月7号以后事情都结束了，所以对于国民党这些立委们，他们现在都已经要去找这个所谓的抗霸四本柱。而且我刚刚讲，最关键可能还在 bonus 在那个1，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我看那个民调就说国民党的支持者，民进党投票就是民进党的投票率是支持的投票率罢免的意愿是最高，那国民党是次之。现在是民众党的投票意愿比较，说是跟他们没关系嘛，所以现在变成是关键在哪里？我们有算过，就是说如果最后国民党蓝白如果有吹出60%的得票率的话，那这个反罢会过。可是要怎么样吹到这个60%这么高呢？其实有个很大的关键就是白，所以现在就是白银的世界。蓝白如果有吹出60%的得票率的话，那这个反罢会过。可是要怎么样吹到这个60%这么高呢？其实有个很大的关键就是白。所以现在就是白银的世界你看，所以我说这一局白银真的玩到翻了。赖以任、李孝亮也可以给他们收编，然后最后国民党还不敢讲什么，因为最后在投票关头的时候，如果你得罪白银，我挖你的人我挖你这2个来，然后你如果还敢骂我的话，大哥我就不做了。跟家长说那一天投票我们出去郊游，我跟你讲国民党是倒一趴，所以现在国民党这30几个立委现在脸色都还要最后除了那4本柱以外，最后还要看那个对那个 bonus， 所以我说这一局国民党真的是兵败如山，而且是自己把自己的城池自己推倒。元真，第一个如果真的变成31-0，对国民党来讲士气一定大伤。那你们要怎么样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因为离投票3阶。还有大概，就算到7月下旬算起来的话，也还有大概将近2个月啦。你们要怎么样尽快能够找回吹出来赢的一些士气？可是如果这样，即便是这样，最近出现了这么多，包括刚才那一中老师讲的，你们不是31-0的。如果真的算下去，你们还要看人家脸色，还要看人家不高兴，万一出去郊游，那对你们来说还会有个大伤。那你们到底该怎么自处？我觉得31-0对我们这些要反霸立委而言它是让我们的支持者变得比较没有热情。因为大家喜欢看这2军对阵。就说你罢免我们他们一开始罢免我们35个，后来有4个没过，所以31个要投票嘛。那我们是罢免他们15个，其实本来就已经少一半。但如果你这15个你都进入到2阶，然后要投票的话，哇，31对15，大家热情起来是吧？大家一起来改变一下什么之后的国会的席次但现在感觉就是你改变不了人家嘛，你只是被人家准备被人家改变，我们要反改变，他们要改变我们，我们就变成说只是挨打。那我们的支持者当然就觉得一定会比较闷的。那如果到这一局的话，他们会不会反而就因此就不想出来投票？所以影响的是支持者热情的这一块。可是这是最重要的一块这很重要，因为刚讲投票率会主宰一切啊。对，所以我认为，坦白说，我认为这应该是党中央他要想办法去激发支持者的热情。应该没有党中央的吧？4本柱没有提到党中央。对，你的4本柱没有党中央，没有，完全没有人提党中央没有人提。因为武哥，你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所有反霸的立委，在基层做一件事情，都是请你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每一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你要跟敏凤
继续讨论这件事吗？对啊，因为你们在地方都要讲这段，敏凤从来都不觉得，为什么你们还要？不要跟我讲了，我不要想跟你讲话。没有啦，敏凤姐其实可以，因为敏凤姐跟我们板桥也很熟悉的。下次我去市场扫街，你那个陪我一起去，我请你吃一碗那个面线，你就会知道到底有还是没有了嘛。对，真的，对啊。所以你们现在最主要是在吹这件事，大家都在吹这个事嘛。啊，所以其实这个可以有一个全国的作战中心呐，它就可以透过文宣呐，或透过一些策略，想一些口号或打一个价值嘛，就说为什么出来投不同意票这么重要？有的是不知道要出来投我们宣传，但有的是说我知道要出来投不同意，但是我就没有那么想要出来投啊。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全国作战中心可以去做这个事啊，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个事啊。那至于说个别立委，像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再选一次，等于是去年我们选举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很多人都等于是同一套再做一次啊。像我知道有的我们的立委同事，他已经准备要成立反霸总部的啊，另外要找一个类似竞选总部的地方去做反霸。那还有去走街头嘛，市场扫街啊，站路口啊，然后发文宣啊，都是就是等于是再选一次，这个是我们个别的。那这个就要看个别的努力了啦。那至于那所以。你看，你讲半天，我还是听不懂你们中央到底有什么想法啊？你们党中央不见了啊？没有，所以我是说，应该可以做我刚讲的东西的。我都以为你们党主席是黄国昌了，也没有，也没有那么那个。所以我刚刚为什么那个议中会讲到什么4本柱什么？因为你选举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找那些很多来站台？对，也是会啊。我选举的时候也会找韩国瑜啊，也会找侯友宜啊。所以你等于就是该做什么就做就对了啦。你觉得找谁对你比较有帮助就找谁，这就是等于是再选一次的意思啊。OK， 你刚讲到侯友宜，我直接先插播问一句，你跟侯友宜最近有出席一个活动，对，然后那个活动，然后媒体上，你有没有读到这篇媒体报道说你是不是先走？然后侯友宜有没有慢慢讲说，哎，那你有没有这？有这个报道，但这个是一个谣言哦，因为我有跟侯友宜确认过，他说这都是乱讲的。对，来，对，这是媒体上面有这篇报道，有没有？然后你陪他视察，然后跑掉，侯友宜傻眼说怎么会这样？有没有这篇？这一篇是这个人啊，汪杰明爆的料啦。他说哎，他就这样跑，就说我啦，然后说我参加一个西北公园停车场完工啦，说这个市长是做球给我，努力找里长来，然后我跑掉。但这完全胡说八道，我现在是不晓得为什么名嘴乱爆料都不求证，然后乱爆料以后媒体就跟着抄，从来都没有来求证这件事情。过程第一个，它是一个市政行程，那个是侯友宜，他有时候会到各区去视察市政行程。那因为市政行程会公开，我们会看他的公开行程，讲说，哎呦，他明天要来我们板桥，然后那我们就去了解一下那个。他去视察，我们也去现场了解一下。那个不是为了我办的活动，那是市政行程。我们重点是在立法院开会，我在立法院开会，然后跑过去。OK， 所以不是为我办，然后结果他可以讲说是做球给我，这第一个胡说八道。第二个，我也不算先走，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活动大概进行了30-40分钟，一开始是在公园，在1楼，后来大家车停在 B1， 所以后来就到 B1 停车场，顺便去看那个设施。我那时候也跟着下去，只是说。我没有一路跟侯友宜全部黏在旁边这样子，一直跟着这样，我没有，因为我在现场也有很多，比如说记者跟我在问问题啊，或者是有交通局的官员啊，我们在讨论啊，那只是这样而已。然后后来活动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因为侯友宜已经站在车子旁边了，大家围着他在讲话，我没有走过去，我只是没有走过去而已。然后我看时间活动结束了，我就走了，就这样子。大概前后，后来我的了解，他大概比我晚走1分钟还2分钟而已。就他可以这样操作成说这个活动是为了我办的，然后我还绕跑，好像我很不重视一样。我都在到最后，只是我没有最后去帮他关车门而已。然后就讲到什么我绕跑。有没有这句话啊？有没有这句话？这句话我问侯友宜啊，我说有人在操作这个东西，你是不是？我怕他误会嘛，我就说那其实我已经待到最后，只是我没有走过去而已。他说没有，是乱讲的啊，那他讲的啊，因为我也没有在现场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完全的胡说八道，为什么这个胡说八道的东西也可以变成今天大家讨论的话题？然后别人有的还在别的节目还因为这个东西骂我半小时以上。那我就问一件事情，那个是市政行程，我本来就可以不用去，我们特别去关心，早走1分钟被骂。还有民进党议员4议员连去都没去，那这个更可恶，为什么大家都不去骂他？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因为是要罢免我们，所以什么事情都无限上纲。所以我今天准备的非常多，我非常谢谢胡哥。这个等一下，我给你用，我等一下一定会给你用。我们先把刚才那个主拉回来，一周，
你刚刚这一说没有党中央，他跟你说有党中央啊，人家今天党中央还开中常会，还在讨论像这样一些东西，你为什么说他没有党中央？他希望他们党中央是一个整体真的一个总部，在发号施令，告诉所有的人这一仗，第一波文宣我们打什么，第二波文宣打什么。如果他们有党中央，我也祝福他们了。可是到现在都已经到31-0，都已经准备要进入第3阶段。到底刚刚全是说你们的主轴，那你们的主轴是什么？你们今天中常会开完，你们的主轴是什么？我没有去参加，不晓得。就不是啊，就你是身为你被罢者，你总是要有一个主轴嘛。好，比方说罢免者，我们是反统战啊，或者说我们要反共嘛，这个很清楚啊。就你们这些要被罢的，你总是要有一个主轴，就反罢免啊。对，反罢免要有理由，究竟是你不能跟我说反恶霸、以霸制霸，这是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你要有一个很具体的政党是为了一群人共同理念，为了国家更好的未来，我都帮你把政治学的定义搬出来，所以你要跟人家讲啊，这样子。你跟他们讲政治学要干嘛？不是，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看选举哦，就很像看打篮球。我现在有点就很像进入第4局了，对啊，就垃圾时间啊，这样子。我跟你讲，这边罢团的投票率也怕被你们拉低，好不好？这你们这种摆烂的方式，是罢团这边都怕被你们影响，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就对了啊，不是吗？不，但是罢团一定会过25%，这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我说，我现在是很想说，反正我发现民众党还比较主轴。你看黄国昌下去的时候，人家都还有什么国政，就是他们看起来还比较像有个节奏组织，然后变成你们国民党的罢团还要跟着那个黄国昌去走，然后你看，要么就是倒在他的怀中，好，要么就是说国昌哥，变成是你们好像是狼皮，你敢知？那个就好像是戏偶一样，对，然后那个背后那个是白的那个国昌在那边玩的，所以我是为你们举一把同情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比如说，为什么会找韩国瑜来站台？他有声量，然后他有韩粉或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会去跟黄国昌合体？因为黄国昌有小草，有他的支持者。我们选举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支持，把他的力量带进来。那你要有反霸也是一样，是主轴，你要有个能打动人心的主轴，然后这些支持者蓝的或白的愿意说好，我们今天出来投这个反罢免票，是基于一个更高的理念，而不是单纯就是说哦，韩国瑜叫我出来，哦，侯友宜叫我出来，哦，卢秀燕叫我出来，万一谁喊了叫我出来，这个是不冲突啦，我觉得可以并行啊。当然，党中央要一个东西，我觉得就全党要一个口号，把人的热情吹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有。那我刚刚叶元之一直讲说今天有开中常会，我现在一直在搜寻今天到底国民党中常会讲了什么，我就有看到朱立伦在恭贺李在明啊，然后还有关政院的部分，所以对，所以到底就是说国民党的战略是什么料，所以不值得报道。对啊，我 Google 半天，我想说，那到底今天中常会看起来国民党在反霸行动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策略跟战略？看起来没有啊，没有了。他有时候不会讲，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秘密不能讲，因为我没有去开，我不晓得。那亮君，你要不要直接？刚才袁之讲，他最近满腹的委屈，包括刚才讲的那件事，他都觉得他胜过直接。袁志刚用的词，甚或直接用到胡说八道几个字，然后直接用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词，他觉得他都是被一些包括谣言或什么堆上去，会变成他这样。我觉得这个袁之常常在回应这些事情的时候就问 A 答 B 啦因为他刚刚讲说，那这个是市政行程啊，大家都可以去啊，然后又要骂说民进党没有去，他没有在质疑说谁有去谁没去，而是在讲说你是不是提早离开，然后侯友宜好像有点错愕，大家在问的是这个都没有啊，我刚刚有解释、对，所以我就说，那你后面去扯民进党，我觉得这都很无聊。因为你们认为我离开1分钟，你们都要骂我；提早1分钟，你都要骂我。没有，这个新闻报道的重点是在于说侯友宜傻眼。没有人在讲说你们民进党某一个议员出来骂的嘛？你没有掌握到那新闻，是你们民进党一个人来骂我说叶元之提早1分钟，所以侯友宜很傻眼。那你们民进党连去都没去的，他应该更要骂他，还是说他们不合，故意在操作？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我们等一下包括有一些个别选区的一些，所以袁之你大家一定会有机会用到的，好吧？你放心。那可是亮君。你说因为罢免一路走到现在了，平心而论，这过程你刚才在前面那段讲话的时候，你也有提到国民党是不是应该要自己要去理一下这个战场，包括从党中央开始，要不要出来针对这件事情要有一些表态或什么？可是最近有一些事情，当然你说第一个像张克庆看到他母亲的那个王母的签名的那个，然后包括也是吴思瑶那一区吧。不是有讲说有140几份，42份，然后对讲说那个142份，说名字根本就跟那个要被罢的那个人的名字是不一样。对，好，可是蒋万安有质疑，因为这份到底是地方选委会还是中央选委会？蒋万安是讲说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公文会外泄？
说的名字根本就跟那个要被罢的那个人的名字是不一样。对，好，可是蒋万安有质疑，因为这份到底是地方选委会还是中央选委会？蒋万安是讲说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公文会外泄，他在质疑这部分。我也听到民进党有委员直接讲说，哎，你为什么会去质疑公文外泄？不是质疑为什么会有140几份，怎么会跟被罢的人的名字不一样的这件事情。今天在南部其实每个地方国民党本来15席要罢，南部有双罢节，那就徐志杰啦，包括黄捷。今天媒体上报道双罢节，因为中间也有被收押的。今天还有一段是其中那个人的爸爸，是不是？他直接出来，的爸爸，对他直接出来讲说那个联署是不是有不实？不是整个乱了套。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自己人跑出来讲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实的或什么？那国民党这一仗还不赶快把这个切掉吗？对，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有关吴思瑶这里面，大家讲说，哎，是不是有公外泄问题？因为这个函是北市选委会的函啦，那所以他当然是说明说，哎，到底有没有成案，然后这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有提到说，其中有142份不是罢免该候选人的这个联署书啦，所以还特别写出来。那你今天讲说外泄，那可是问题是北市选委会是蒋万安的嘛，主委是这个蒋万安的秘书长啊，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份公文？这可能要去问蒋万安跟李泰兴啊，那再来就是说，你看国民党真的从南到北每一个地方党部被搜索之后，大家还是没有学乖，而且重点是学不乖，然后这个联署书还是没有好好去摆摊，交不出来就算了，重点是内讧的整合。还是没有人去摆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最奇怪的，因为你通常在第一跟第二阶段的时候，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数量冲不够，或者闹双包，罢团闹双包，各自平行收联署书到底是谁要交？好，所以这样子的状况是大家在二阶的时候是最担心的。那包含说，其实像罢免蓝委的公民团体也曾经有发生过这个状况，大家都尽可能的重新整合，然后让大家能够顺利的经过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大家想要用各自的方法来去推动第三阶段的这个进攻的话，大家分进合击，这都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国民党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永远摆不平啊。尤其刚刚这个我哥讲到的，在高雄的部分，就今天就发生说这个。徐尚贤，也就是说本来这个罢捷的领衔人，然后后来他被羁押嘛，那他的爸爸就有出来讲，他就说，哎，那现在好像这个罢捷团体有一个叫朱磊的，他出来讲说，哎，这个我们要交出几份的联署书，结果呢，徐尚贤的爸爸出来讲说，没有，这个份数好像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当然是护子心切嘛，所以他也想要知道说。这个数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爸爸的心态是不是跟李孝亮的妈妈有点像？有可能，也担心说你们再送一些什么东西，万一里面有什么状况，我的小孩要负责。是啊，所以我才说刚刚讲说国民党学不乖，再来就是你中间的这些状况，你其实包含地方党部，我想这些也是国民党在这个各地方很重要的支持者，因为我想会愿意出来成为领衔人的，或者是他的家庭，我想应该也是国民党长期的支持者。你地方的党部、地方的主委，乃至于该县市的立委也好，或者是曾经担任过县市首长的这些国民党的高层也好、大佬也好，要出来摆平啊，或出来大家坐下来好好协调一下，让第二阶段想办法破蛋嘛，不然现在就真的很难看。但是现在国民党就完全没有人。对，我觉得是很真空，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而且党中央完全没有策略，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啊。就是有人骂，有人可以骂小孩，没有人出来摆摊这样。那个142份确实，你乍听之下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事情啊！我要罢免这一个吴思瑶。怎么会到最后送来的名字跟吴思瑶无关？不过今天大概了解了一下啦，就说也没到这么荒谬啦啊，说拿一个罢免康仁俊的拿去搞这个吴思瑶，也不是啦啊。那大概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罢免的那个上面不是要有一个提案吗？那就是我要罢免，比如说士林北投区这个立法委员吴思瑶嘛，这样应该要有这个。那过去罢团在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因为这个字太多了，所以通常都会打好一个表格。不过那142份应该是这样啊，因为上面没有名字啊，就没有名字啦，没有被罢免，没有写吴思瑶这3个字啊。或者有几份是像这样，因为吴思瑶的瑶是这样，有人写成这样啊。就他是错误的，并没有说张冠李戴说拿别区的过来到这边可是这整件事情这样听起来合理啊，就说因为听起来比起拿别人的来，不，但他其实还是不合理的。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当时在一接送的时候，这些不是应该都整理过的吗？那为什么在整理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到这么几百份？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都不是1件2件。我也讲实话，
我都说我自己老花眼，我都不敢讲说我现在看任何东西我不会有绕高体。可是我们现在谈的都不是1份、2份、3份、5份，我们现在谈的都是上百份的东西。所以这也凸显出来，就是说，更怪哦。因为这个新闻一出来讲说有142份是跟原罢免要被罢免人无关的时候，罢团没有任何表示。我都讲，我们就对照两边罢团嘛，因为国民党很喜欢比嘛，就是司法你们都办，我们不办他什么。同样的，在每次出错的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那一些罢团，有一些罢团是真的1份2份跟你争。你这个每次出现几百份有问题的，大家都当作没听见，这样好像没有啊，就删掉就删掉了，反正要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在比较这两边的时候最奇怪的地方嘛。可是任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刚刚讲一段的整体的战略氛围，包括31会不会真的变31-0？可是个别地区还是回到那，因为对媒体上面报道说，包括绿营最重视的几区，包括花莲、福根吉嘛，包括徐巧芯，那是不是因为仇恨值高或什么？那可是傅昆萁你最近看到很多，包括宋哲之前大家讲很多，就是他做他的所作所为跟平常看起来真的是不是表示真的会急了或什么？对绿营来讲，媒体有直接用秦王计就表示傅昆萁这么重要，他们真的有拟定像这样的一些计划吗？我先讲，其实傅昆萁去做的这些行程，现在被拿来做文章，其实哪一个选举不这样做？要选举的时候一定要这样，一定嘛。好，现在刚刚都已经提到说，现在要反罢免，都搞得要跟选举一样，要反罢总部都要出来。只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就傅昆萁来讲，在花莲理论上面来讲，既然能够当完立委、当县长当完当立委，就大家这样子来来去去。他的盘应该够稳，但我知道就是说，对地方上面来讲，他真正问题不是傅昆萁在立法院表现怎么样啦。傅昆萁一天到晚在宣传的，就是连那个什么长者的那个他都能够宣传了嘛。就花莲在这一战里面挑战的，其实不是傅昆萁在立法院的表现，而是花莲长期以来的政治版图要不要有所改变，这才是他的最大的差别哦。媒体今天讲说这个是不是有您刚所提到的说在花莲这个地方秦王计哦？大概这个又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哦，因为其他罢团的部分，像原之很生气啊，因为他能够生气的点，大概就是他被造谣嘛啊。但傅昆萁被谈论的点，不见得只有傅昆萁而已嘛啊，包含花莲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第一个你在罢免查核里面，你的民政处长叫明良珍，法办嘛，明良珍之外，有一个文化局局长叫做吴敬义。收押一样收押嘛，对不起，我刚法办那个讲太快了，还在办呢啊，就法办啊，就是在办啊，在法办中啊，那这吴敬义也法办嘛，你放心，你有签我认输，对，这两个字没有。讲这段话的时候特别看着他，看着主持人这样，不，那这两个其实老实讲跟罢免案无关，对不起，明良珍有关，有，但是吴敬义的这一个却拉得很大。那这个拉得很大，而且已经不是吴敬义在担任文化局局长里面有没有什么违法的问题，还包含到说哇，他个人对于宗教的特别喜爱，抓到4只小鬼游街示众，还要卖门票，进而促进花莲观光经济。还有他跟别人在谈台风的时候，还有玉皇大帝，大家一起来协调，然后呢那个台风什么几头，哇，那听起来真这样加奇怪，你知道？我们在谈的不是什么圈同龄眼，我们也不是在讲台湾乡土传奇，这是真实发生在花莲，现在被传出来的啊。所以开始有一些人会认为，就是说，你傅昆萁的妻子徐榛蔚现在是花莲县的县长，但是这两个人被视之为叫做徐榛蔚的左右手，为什么？这两个基本上都不是从公务体系一直，你看像吴敬义根本跟公务体系无关了。他就是平常搞创生啊什么什么的啊，大家觉得他不错，结果弄上来。但是现在被谈论的却被认为说，你其实在你的本务上面，你应该去那个什么搞什么宗教礼仪科啊或什么的，你怎么会搞到文化局长在做这些哦？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个揣测说，其实真正在秦王的，难道只是针对傅昆萁吗？当花莲花莲县府其他的这些官员，其实一个一个被认为说，其实你们都不再是任的。我认为在这个形态之下啦，就是傅昆萁跟徐榛蔚是被绑在一起的啦，是被绑在一起的啦。就昨天在节目讨论的时候，有来宾拿出那个徐榛蔚县长他最近脸书上的一些的照片，就傅昆萁也有出现，傅昆萁吧，但是他脸书上贴的是只有他，就每一张刚好
那个刚好都切到，刚好都被切掉。某种程度是不是有你讲的那个氛围在？我不要被绑在一起。现在本来2个人如果要绑在一起的话，内地就希望1+1大于2，各自能够注意有加分。现在如果发现各自之间反而不知道是你影响我还是我影响你，也许为了保存一席上乘，干脆拆开各自为政。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当然会有这样的意味存在啊，尤其在这段时间，大家提就是说，花莲县长接下来是不是有接班的问题？那你附加是不是要指定接班人嘛？那如果这种印象被大家连接起来非常深的时候，我说实话，我觉得对于花莲想要改变版图、政治版图的人来讲，他会很乐于看到傅崐萁跟徐正惠继续绑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来一中。简单告诉我，傅崐萁总召最近真的非常均匀。刚刚讲选举有很多都是要这样，所以他显然已经启动要打选战这样的一个模式。对，长照中心，对，长照中心都去讲。对，我们先讲，就是说这个是傅崐萁最近的地面开始总动员了嘛。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先看右边这个信箱，信箱里面插了他的扇子，还有这一叠。那这一叠有多厉害呢？它竟然高达12张纸，总共有24面，就是在这里。这叠高高的这一叠哦，叶文轩竟然可以做到24面哦！你看他的那个证件说明有多谨慎哈。然后这里面就是他全部的证件。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啊，他说他去一个公寓的楼上，上去的时候信箱是空的，上去1个小时，下来以后信箱全部都塞满他的那个文宣，你就知道他那个地面部队已经全部进驻。然后刚刚小哥提到就是关于那个长照，他们连长照那个手都伸下去，你知道？现在因为行政院之前通过一个长照2.0的这种，反正就是一个照顾计划，所以各县市社区都有这个长照据点，对不对？就你可以看到，像这种长照的据点，它里面有一些活动嘛，老人家傅崐萁的助理或是他本人都会在这个活动现场，而且他们说一讲就会讲半个小时，底下人迄上课来对。你看，你看我长照老人家，你看我要求的好啦，老岁仔咧上课快乐，你就给人家鸠占鹊巢，然后改对开始讲就是讲有点像政见发表这样。那所以很多老人家就觉得，对，当然因为大家顾情面，所以拍摄讲啦，敢怒不敢言，但是拢会去投诉讲，妈你无啊，大家老人家底下欢欢喜喜，啊你喜欢在公正，所以你可以感到说他完全所以。上一次傅崐萁这么，现在连他游览车也都送了嘛，然后婚礼什么，上一次什么时候他花莲人说上一次看到傅崐萁这样是2019年，那时候跟萧美琴，那为什么跟萧美琴选呢？因为当时是分裂，国民党当时提了黄启嘉，那傅崐萁是用无党籍去选，所以他也是分裂的沙卡都的情况下，所以他才急成这样。那经过这一波以后，现在傅崐萁，但我还最后讲一件事，刚刚讲到你说徐峥会不会要带衰，已经带衰的啦。我们看这一次2025年最新的远见的那个县市长排行榜啊，他不是各县市吗？徐峥惠花莲县长跟去年满意度比啊，跌了13.4%，我算过是最佳退步奖，所有的县市长里面他最后退步最多，所以你说。徐峥惠的施政跟傅崐萁的罢免有没有联动？当然是有联动啊！对，我刚刚明明讲的是有没有互相影响跟联动，你用到就到了带衰2个字。哦，是用数据来显示有带衰。OK， 这会不会因为选战之间或是罢免是另外一种选战吧？那接下来看是不是每一个面临到被罢的，包括在原知，是不是都会启动到选战模式呢？来，明凤，现在看起来的话，绿营是很精准的在算，譬如说。花莲这区它的重要性，然后台北这5区，那甚或像新北，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尤其这几个地方，那当然原籍也在这个里头。对绿营来讲的话，这几个是最重要的地方吗？对啊，因为这个一般是讲花莲是很重要，因为它有指标性啊，但是它困难度也多啊。那最主要是在双北的部分啊，尤其是台北市的部分。他们就是你跟他们，他们大概就讲说有2席都已经很确定了啊，然后开始要找人去那个选立委了，第4阶了。对，有人进展到第4阶，就是2席就那其他的3席就继续在台北耶。台北，对啊，你不是问我台北吗？我就对啊，台北有2席。对啊，有人说已经几乎是确定的。对啊，就是几乎是确定。谁啊？谁？台北有2席，对啊，有人说已经几乎是确定的。对啊，就是几乎是确定。谁啊？谁？几乎确定会被罢免嘛？我几乎嘛。我问你是谁？几乎嘛，就几乎嘛。几乎不是妹姐夫啊，啊，姐夫啊。
姐夫哈，姐夫懂，对姐夫啊，差不多。那你选战到最后，到底如果国民党硬得与谁知道？但是讲的就是一般讲听起来是那2席非常有把握。男性女性，我猜是2个女生，有男有女嘛，2个女的啦，就2个女的2席，非常的确定啊。然后那个其他的东西还要再努力嘛。其他3席比较就是，但是还是有比较有希望。这是谁评估出来这样的？你这个大概就是中央的人啊，然后到处就讲了啊，就是这样子。国民党中央怎么会这样讲？哦，你说绿营的？对啊，绿营评估，绿营评估，蓝营评估，你愿听朱立伦还有那个蓝营自己里面讲，只有危险，哪有说什么几乎那会被弄掉？连危险他们搞不好都觉得1席都不会。对啊，就是国民党就觉得安全的很呐，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会改变选民的结构？就试试看啊。他也觉得徐小新那一席很安全啊，所以那个罗志强一直在 promote 徐小新啊，那所以就搞得徐小新那一席很危险，然后罗志强这个就不危险一点，就是这样子啊，就吼凶。还来，你说的这个逻辑是人家讲说，如果碰到一头熊，2个朋友，然后呢怎么办呢？那第一个先把那个鞋带绑好跑，为什么？你跑不过熊没关系，我跑得过你就好。另外一个人就可以了。那罗志祥不是这种逻辑吗？人家是战友，互相帮忙。他的战车第一站就是去小新。对啊，所以就是变成第一个目标嘛，所以就把徐小新打成跟傅昆萁一样嘛，而且不就救自己吗？他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罢免不是选举如果选举的时候是正面选战的时候，他这样子打徐小新一定 OK 啊，高票当选。那现在罢免他去帮人家造势干嘛？然后就来不及躲了，他就造什么事啊？然后大概就是新北几区，台中应该也是啊，就是这几区是比较这个民党锁定的地方嘛。新北呢？锁定啊？那个人我就不想再讲了啊。但言无妨，而且对面那个啊，对，原之经得起打击，原之等下可以，因为你还有这些要讲，还有这些，所以你说绿营对他们自己在评估的话，觉得原之会是他们锁定的，因为原之主要是大概就算就是那个票赢的少，对，但是原之有个。可是我也不想，因为他上个礼拜惹到我，所以我也不想帮他讲好话。但是呢，你不能讲，你要持平，对，不是没有，因为他只有138嘛，就是他说那个联署，对，他虽然经历过前面很多的这个那个波折，但是他终于降低他自己的仇恨值，没有到140以上，他也算是但是因为在他那个选区，我知道民进党要派的人恐怕，这个是后续，跟他没有关系啦。就是说，但是他的这个选票的输赢就是很少数嘛。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所谓那个是新北那个廖的那一区嘛。对啊，对那一区大家也就觉得说是很有可能的一区啊，因为那个过去他们有一些。那个这个就是本来也有获胜的地方，而且那个廖先祥是新出来，虽然有人口口声声说他的家族势力很强，很跟我讲很强的人说他不会被罢免成功的，叫陈伟霆，陈伟霆就是新北议员，结果呢？对，陈伟杰，对，陈伟杰。好，那陈伟杰跟我讲，我在讲话，廖先祥被说的话，他说不会，结果廖先祥连的这个数目也是超过140啊。他本来认为不会过第二，不会过到3阶，对啊，结果就一票都过，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是用130%左右，大概有18席或者这样子，19席吧，过130有19席，对，19现在变19席了嘛，那所以说就是，然后就是这些都是这些就是他们的重点中的重点呐，就是锁定我比较这个就譬如说你台中市不会是打那种像朱立伦打区域联防，我觉得很奇怪你区域联防是你要县市首长是区域联防做那个所谓的这个区域的那个领头人，对啊，那我请问一下。那整个台中市有高有低那有最危险，有比较不危险。县区那根本就不危险啊，那你要全部连起来打，你是要把危险的打低下去，还把不危险的再拉上来，打成危险。对，我就不晓得这是怎么样区域联防。人家讲区域联防讲得这么慎重，这是研拟了很久以后想出来的策略。这个东西都是选举正面的时候是可以区域联防，都打正面，可是现在是罢免那我就搞不清楚，那你新北有些譬如说罗明才不危险的，
那叶元之是危险的，好，那你现在区域联防跟新北的搞在一起，那你到底是要把叶元之弄不危险，还是把罗明才弄危险呢？所以我就不晓得朱立伦理论是什么东西嘛。然后绿营现在又说什么成立罢免总部，可是这个因为是 T 来讲的，我也不晓得罢免总部是要怎么成立。你中央党部都已经在指挥了，而且这个步骤他们就下得很清楚啊，就看板啊，什么陪扫步啊，陪走路啊，陪扫街嘛，就是补那个罢团的不足嘛，这样就是很正常，就是把这个带动组织战带动起来啊。那我就不晓得国民党所谓朱立伦号称我们要区域联防，县市首长要主导那个东西，就是我就一直觉得朱立伦在推卸责任，包括骂这个小孩子以外，还现在推给那个县市首长。你那说区域联防，就万一哪里有闪失，就是联防的头。对啊，重点是区域。不是联防。对啊，就是区域的那个要负责任，我就觉得你朱立伦就是在推责任，很奇怪。来，元之，来，刚才讲到说，对，那绿营有人评估觉得你这一席会是危险的一席。刚才敏凤也直接讲，你们的区域联防真的能够发挥这样一些的功效吗？还有你的这些资料。那个我危险这一期啊，每次记者打电话来说，又有人评估你很危险，又有人叫我回应一下。我说你不是从去年就一直叫我讲同样一件事嘛？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尽努力，然后那结果就交给选民嘛，就是这样子。那只是说罢免跟选举真的很不一样，坦白说真的很不一样，因为罢免是这样，他们要把我拉下来换自己人嘛。就好比我打个比方，上次因为以陈米凤姐比喻，所以他比较不爽。黄一中好了，好，今天有人就看黄一中不爽，觉得黄一中占一个名嘴位置，然后挡到人家了，所以今天要把他拉下来，那会有好话吗？不会。黄一中晚进来2秒钟，黄一中迟到害小五哥比较晚录影，或黄一中可能就是肚子痛去拉个肚子，黄一中很可恶，录影都不配合啦，他不能拉肚子吗？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刻意说，什么事情都无中生有，小事放大，就把他讲很烂才有办法拉下他。其实一般的大家在职场上也很多出现，我唯一的乱讲，没有，职场上也会有出现很多这样的状况嘛，就是胡说八道一大堆。我先不要讲我，就是你啊，我先不要讲我，比如说罗志强好了，罗志强也超无辜的啊。柯建明在那边讲话，然后呢，柯建明说有人打给他，然后无显示，然后他们说看到罗志强拿手机，就是罗志强打的，是这样子吗？有没有学过理哲学？立法院公报一写就是罗志强打的，那个是柯建明讲的。那是柯建明自己讲的，罗志强也不应该去告柯建明啊。那你怎么会去告报有他告柯建明的，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莫名其妙，天下雨地会湿，不代表地会湿，地湿了天就下雨啊。柯建明有人打给你，罗志强拿手机，不代表就是他打给你啊。他现在就是用最坏的方式去解读任何事情。然后就说罗志强很无聊、很幼稚，一个立法委员，人家讲话还打电话骚扰人家，把罗志强讲的跟那个小鬼头一样。所以就是这样子，在各种抹啊，所以罗志强不爽。然后徐小青也是啊，昨天有网络上有人在讲说，从来徐小青都没有在做服务的啦，因为呢布告栏都没有他的那个选民服务的资料，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很清楚啊，这都是徐小青在做报税服务啊，然后他还有这个东西啊，那个报税的那个行程啊，没有不做任何求证，只觉得说可以来打你就来打你。我现在面临状况也是这样。那时候罢团打我说叶元之从来都没有在做服务的，因为他服务处从来没开过。然后结果他公布一个缩时摄影，一个铁门没开，那根本不是我服务处。然后说我服务处没开过，然后再来就是后来说什么叶元之又改口说叶元之服务处是个瓦斯行，我从来服务处就不是瓦斯行，胡说八道到极点，从来都没有出来道过歉。胡说八道，然后说什么我长期没有问政，你有没有去看立法院立法院有一个网站，你可以去查好不好？那个都有影片都可以去看。我是国会评鉴优良立委，那是他是看他会看有一个基本指标，你的比如说你的问政次数、你的提案次数都完全不查证，反正他觉得你不是你就不是，这就是。我黄伟哲怎么可以拉肚子？你就缺席了，就是这种逻辑嘛。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超无辜的，这也是个霸团。说什么我容不下不同声音。肖哥，你知道是怎样吗？上个端午节的时候，我去扫街，其实沿路呢都非常，大家都还算 OK。有一个阿伯对我很凶，他就呛我说：“老民呐！”大概就几秒钟，老民呐。然后我一想说算了，阿伯不好意思，好那。握个手，不要啦，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坦白说，我没有扰民，因为我一个人加2个助理而已。
我戴耳麦，也没有大声公，其实是很不扰民的啦。选举过我都知道，这没有什么扰民，但是他就不喜欢我嘛，所以他要呛我，那我还是去跟他握手。那只是他真的很凶，然后他要把手甩开，然后他走了之后，我就只转过头来说：“哦，好怕。”我这是一个对他很凶情绪的一个反应，就好比说有人打我，我说好痛，就这样子而已啊。结果霸团可以说哇，叶元之就是容不下不同声音啊，不然呢，以后人家打我，我都不能说好痛，或者他对我很凶，我都不能说好怕，这就是容不下不同声音哦。就是他什么都可以把朝向就是最坏的方式去解读，因为要罢免你，所以你就是十恶不赦。然后这个上个礼拜我有解释过，但是呢，我解释完之后，民进党还是在操作，这是民进党的官方粉专哦，大家可以相信吗？执政党的粉丝专业弄一个跟侧翼一样的东西，所以说名嘴造谣叶元之附和太烂吧？我有附和吗？你们去看影片好不好？你们去看影片，我有没有附和？这是讲低端的那，就是讲低端那个啊，所以朱海强说低端，然后说我附和，你去看我有没有附和嘛？那一开始打说我默认，对你现场为什么不支持他？等一下我有没有附和？你现场有没有支持他？你先讲我有没有附和？我现在就问你，对嘛？你答不出来嘛？我就是没有附和嘛。你现场没有去制止他，那我有没有附和？你现场没有去制止他，你默认这样子的行为，那你又跳点了，又变默认了，好，又变默认了。你他的行为，民进党一开始造谣附和，然后现在又变默认。讲说附和跟默认是同一件事情吗？你到现场不制止，你到隔天他质疑你的时候，有错就认啊。有民进党执政党有错就认，人民会给你机会。但是我没有附和，你居然说你就不敢承认我有没有附和啊？我就没附和嘛，然后你就说默认哦，默认跟附和可以同时承认，同时出现吗？附和是说，对，好，赞叫附和，默认是都不讲话叫默认。那请问附和跟默认可以同时发生吗？你赞不赞成他这个言论？你只要讲清楚就好。那大家先回答我一件事情：现在不用争这个，你现在民进党有没有造谣？你可以现在花很多的时间讲这个，你只要讲一句。我跟你讲，第二天媒体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认同。那大家就是假装没听到嘛，因为为了要攻击嘛，所以就假装没听到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样。来下一个，然后我没有附和，第二个我也没有默认 ，OK， 我也没有默认。然后呢，你看元之有好几张，一大堆哦。然后你看这个，他说哎呀，国民党那什么马文君批霸团福寿螺，谢龙介批抹黑罗生子美卡，陈林佩强批霸团社会边缘人，叶元之专访主持人批南部低端人。我什么时候专访主持人了？然后批南部低端人，他的意思是说叶元之去上的节目是专访主持人，有人看得懂吗？你们要看一下，你要看对仗好不好？每个图要有，每个图要对仗，好不好？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叶元之没有现场制止，他说，那你这边应该要有一个朱凯翔啊，你要说朱凯翔批，你要写朱凯翔批南部低端人，叶元之没讲话，怎么会叶元之专访主持人批南部低端人？就恶意误导嘛，哈，就恶意误导嘛，哈，我觉得这很扯啦。然后再来讲一个，这个哈，他说叶元之什么不在啊，叶元之又绕跑了，又没去质询，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立法委员，这已经讲3个礼拜了，我听过，我不想听。所以你看，我每个礼拜都一大堆素材可以讲，但是那时候没有图可以讲。我们立法委员会有8个委员会同时在开 ，OK。这个委员会是国防，不是我本委员会，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我有去登记，但是因为他的时间跟我的冲到，然后就说我没有去，又翘班，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罢免就是这样，就是要把你讲非常坏，什么事情都要朝最坏的方式去解读。然后就说我没有去，又翘班，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罢免就是这样，就是要把你讲非常坏，什么事情都要朝最坏的方式去解读，把你讲的十恶不赦，然后没有人要去听你讲话，对不对？就像刚刚我讲，我明明就没有附和啊，对，你没有附和，但你有没有默认？对，就是永远都是用这种恶意的方式去解读别人的言行。有什么样一些的回应？然后包括刚刚讲罗志祥跟徐小青跟所有这些，你现在看到他们的过程，是真的大家都急了吗？我觉得刚刚叶元之这一段，在今天晚上罢团就会把它剪出来了，就是叶元之因为恶意的人，这个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刚刚这一段非常完整，大家可以就把它截出来。就是说，现在不管是这个刚刚点名到说，我不知道说民党中央有做这个，因为其实我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但是我知道
国民党好像有点3+5席嘛，就是说有最危险的，最危险名就是包含前3名叶元之、涂全吉跟黄建斌，然后再来危险的就是徐巧芯、王宏威、牛许婷、郑任乾跟罗廷伟。那大概就是3+5席，现在他们大概评估说比较危险的。那你说好，刚刚大家讲说啊，这个罗志强啊，然后这些大家在立法院的这些状况，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区域的蓝的立委他想要冷战，他想要躲起来，想要躲好，可是有的他又觉得啊，我的这个对他已经被推到最低线了，对啊，他根本没有的在第一线嘛，他被迫他得热战啊。可是问题是，有的他想要冷战，他会想要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现他，然后大家就会默默忘记要罢免他的事情。那有的又觉得说啊，我就问你啊，譬如说罗明才嘛，然后譬如说罗志强嘛，这种他觉得说他自己仗着他的优势选区，所以他根本就也没在怕这些网络上的这些所谓的舆论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大放厥词，但是就会影响到这些想要辛辛苦苦想要保持低调跟躲起来的人啊。那所以你说到底接下来这31区的这些蓝委，他们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就我所知啦，我了解到是以王宏威为例，王宏威想要热战，但是呢，党中央主席好像没有觉得应该要热战，觉得在这个时候有可能保持低调，台北还能够低调吗？冷战，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分歧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以国民党到底现在针对每一个区域，我认同说每一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打法，因为它选民结构不一样。可是问题是你整体的热战，你要以什么东西为主轴？你要怎么样去打这个策略？从刚刚到现在，大家也都在问，但是就是没有嘛。那在没有的状况底下，你单纯去讲说哦，最危险、不危险、次危险，然后可能不危险的，那这其实没有意义呀。那再来就是说，以绿营或者是这些霸团来说，大家当然希望现在31席，有尽可能的都能够把它推过。但是确实，你说为什么大家会一直剑指花莲，一直剑指傅崐萁？因为傅崐萁是国民党总召嘛。那你说这过去1年多来，傅崐萁在立法院里面带头处理的这些法案，那他很明显的，我认为在国民党里面有人还是对于他的做法其实是不认同，因为傅崐萁很明显就比较鹰派，然后他跟中国关系也比较好，但是我不认为所有国民党里面的立法委员都认同他这样的做法，所以当然如果能够将傅崐萁拉下台的话，或许就能够尽可能就慢慢的去列解哦，就是说国民党这些里面立法委员对于法案的这些立场，或者是在表态上面，大家也会趋于低调。那我觉得这当然就是说在策略上面哦，霸团，然后跟接下来我们民进党来投入协助，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策略跟方向。可是我觉得蓝营哦，现在在面对这些罢免的时候，如果还是要用这么挑衅的方式去针对这些霸团，去讲说人家是福寿螺，去讲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有害无益啦。不，将军，你看到台北这次台北会变成重灾区，出乎很多人的一些意料，因为好了，老是被讲天龙国，然后老是被讲蓝营的大本营，类似像这样的一些词。可是这一次看起来台北5区，蓝委看起来都战战兢兢的面对像这样的一些，尤其是一些被划成不管叫深蓝啦或什么，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深蓝浅蓝，没有什么的。现在如果要是真的讲起来的话，台北这几区，照袁志刚那样讲的话，也是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是拿这个就当选举，所以接下来送车的啦，然后包括扫街的啦，大概接下来到7月，每天在台北街头看到都是这样。我直接讲，国民党在台北市要被罢免的这5席，里面只有1席曾经绿营翻转过，就是李彦秀那一席，其他的有吗？大安区有吗？文山区有吗？但没有嘛，就没有，从来没有被翻转过，所以很难嘛。所以一开始要罢免他，大家认为不可能了。那这些，但从青鸟开始，那青鸟成不了大事，开始做了很多那些看板，什么去贴贴纸这样，那觉得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轻忽，让他们大意失荆州啊。那现在继续在轻忽，我要告诉大家哈，罢免跟投票完全不一样。在投票的时候，我会投给你，不见得是我喜欢你，是因为我讨厌另外一个。我不喜欢他，所以我投给你。所以选举有这样子，二分法嘛，二分法。我2个人 A 跟 B， 我不喜欢 A， 可是 B 更讨厌，所以我投 A。有这样。可是这次罢免，请问你有的比较吗？没有啊，就一个嘛。对，我就一个。你说曹兴诚，那你觉得他选票上没有曹兴诚？你说史淑华，那上面没有史淑华。
那你要催出说你要热战，我真不知道怎么热。将军他们现在打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蓝营现在，朱立伦前一阵子是言必称赖清德总，对，当然就直接讲赖清德独裁怎么。是，接下来如果真的一定要找到一个对手，那是不是就是把赖清德总统就拉出来？那因为只要有这个，然后所以赵少康不是前一阵子他也讲了一个，就是像说罢免等于是对赖清德投的不信任票，然后只要守住大罢免，就是等于否定了赖清德，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对，这样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哦，其实是把选民当笨蛋。你就算投了不同意票，赖清德还是总统啊。你不会一票人出来投了不同意票，赖清德就下台了。不会嘛，这把选民当笨蛋嘛。另外我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区域联防交叉互相支援，这很笨的做法。罢免就像什么？每一个被罢免的立委就像一个火种，他点火就着啊，他点火就着。你一个选区一个火种已经够呛了，罗志强还跑去蹭徐小新，这两个火种撞在一起不爆炸啊？那你怎么会去让这个本身就是火种的人跑到那个易燃物的地方去晃悠呢？就是要把火烧大一点啊！对，要爆在别人选区，不要爆在我自己选区。那这哪叫互助啊？这叫互相伤害嘛！所以我说，国民党的这种热战的方式，其实也不能怪国民党，很少人玩过被罢免那个反罢。没有，在国内这是第一次，对，有这么多区大家同时在罢，通常都是单一选区，就像谢国良啊，或是这个韩国瑜，这是单一选区，你可以党里面的满天神佛都去帮你，因为他本身没有要被罢免。可是国民党在2024年那一战里面所有可以选立委的倾巢而出，几乎倾巢而出，那现在全部面临被罢免。尤其是第一次当选立委的这些新人、菜鸟立委，全部都被罢免，他们自顾不暇了，还要跑去帮别人，这非常怪。各位可以看一看，这是大安区的立委罗志强，对，大家觉不觉得这有点违和感？罗志强以前哪有这个闲工夫去送车啊？即使有，也不只有选举的时候，对，选举的时候一定会送吧。他送车上去都讲一个笑话就下来。没错，除非选举。好笑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说就是上去讲一个冷笑话。你们送车上去会干什么？就是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祝福讲吉祥话而已。对，讲吉祥，但是他上去讲笑话。所以这是他的梗。大家可以看，非选举季节什么样的力量把罗志强逼去送车？除了选举以外，选举我也送过车啊。对啊，对，选举送车那就是还要看你跟里长交情好不好。讲了，现在蓝营的面临到的全部都拿来当选举打就对了。可是你上去最多说个笑话，讲个吉祥话，你能讲什么？各位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说不定里面本来有些人不会去投罢免的，你这么一讲你再被罢免好，我了解了。你这叫这个两面刃啊，两面刃。你说你要去投不同意票哦。那喜欢你的本来就会去投嘛。你照叶元之的这个理论，就说很多蓝色的选民都不知道要出来投票，不同意，所以他当然在车上要宣传说，请大家出来投票。你终于了解元之在讲的这个重点。可是按照元之的这个原理啊，你怎么知道上面都是蓝营的选民呢？没有啊，去照元之的原理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根本就有蓝营的人不知道要出来投，不同意啊。也可能有一些本来讨厌他的人不知道要罢免，你这么一讲他就去罢免。对啊，所以我说都是两面刃嘛。如果已经渲染到这样，然后还有人不知道说要出来投不同意的话，对，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啊。你怎么知道上面都是蓝营的选民呢？没有啊，去照元之的原理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根本就有蓝营的人不知道要出来投不同意啊。也可能有一些本来讨厌他的人不知道要罢免，你这么一讲他就去罢免。对啊，所以我说都是两面刃嘛。如果已经渲染到这样，然后还有人不知道说要出来投不同意的话，对，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啊。如果会有人不知道要出来不同意，那就会有人不知道要出来投同意。你这么一讲，就是双面宣导嘛，一正一反，必然50%嘛。我们这样讲50%，可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好处？各位说，罗志强今天上午不是说要去告柯建铭吗？罗志强从政以后，他总共提出告过多少人？我告诉你，从他刚开始从政告苗博雅开始，一直告到陈吉仲，总共告了22次。那里面的人数至少乘以23，因为有的一案里面可能3、4个人。他告过22个案，
还不包含告减赎赔。如果减赎赔告成就23，他们不是说要22加一个问号吗？对，问号就是减赎赔，那后面还要再加一个问号，就是霸团，然后再加一个问号就是柯建铭，所以他很快可以凑过25-6了。那你想想看，一个政治人物告的状况比你问政的状况还多，那你应该从事法律工作吧？你应该从事状师嘛？你可以去告人嘛？那可是你从事的是立委、立法委员跟市议员，你的职责是什么？你应该是我立出的通过的法案这么多，而不是我告出的人这么多，那说句实话，你是制造律师的业绩，制造地检署的困扰嘛？那不需要这样，所以我才说是什么样的状况让罗智强、徐小新这些人非选举期间跑去送车、跑去拜票、跑去市场、跑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就是因为罢免嘛。可是如果没有这股力量，他们会做这么多政治人物该做的事吗？如果他们没有罢免，就做这么多，没有人会罢免他。因为罢免才出来做，我说句实话，后悔有点晚。不，任俊，如果真的讲说区域联防，然后叫各县市首长，尤其是直辖市的几个首长，那对，尤其像好蒋万安，2026明年他要连任了，是卢秀燕市长，他很有可能是代表国民党要竞逐大位，也就是说。这些首长当然不希望下面这些立委任何一个人被罢掉啊。朱立伦你不讲区域联防，他大概也要下去联防吧？是。但是你当加了一个区域联防，这是加诸给他另外的一些责任吗？还是你现在是区域联防，有我们大家没有办法理解其他的一些意义的解释？要不然的话，这本来他们就应该干的，不是吗？其实老实讲啊，有些事情可以做。但不要说，你说了之后就给外界很多联想的空间嘛，就比如说区域的这件事，我不讲联防，因为其实我就不觉得有什么联防的问题嘛，重点在区域嘛啊。那当然，因为今天朱立伦被访问的时候，他其实讲台北就蒋万安嘛，那台中就卢秀燕嘛，他是点名，你知道吗？对啊。那我就问一句，台北也有人希望卢秀燕来，那区域的概念，卢秀燕你要不要来台北？这个是你现在看到有很多东西，其实看起来这个国民党除了朱立伦之外，很多人其实为什么会赋予这么多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还是这个区域联防有我们大家不理解的一些的概念，要不然的话，台北就蒋万安，台中就卢秀燕，当然啦，要不然呢？对吗？还是刚才讲那是有交叉火网味道，卢秀燕，这是你刚刚讲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也不用讲。是啊，台北一定有很多人也希望卢妈能够来。这个就是没有 gas 嘛，你不讲他就会来啊。应该就是整个党部负责起来，我全部要负责，然后呢，请县市首长帮忙，这样就好了。你又要推给这个各有责任区。你觉得他是在推哦？不是，就是不推要干嘛？不推要讲这些人要干嘛？他现在一推256，我都没有责任。赖以翔有事，李孝亮有事，然后卢秀燕有事，蒋万安有事，我没事。没有，台北红会已经点名了嘛，就是希望卢秀燕到，就是有空多出来走走啊。所以我讲区域的这件事情，到底是要大家顾好这个，我会必须讲啊。你觉得台北如果今天5个有2个被罢掉或1个啊，好，就叫1个好了啦，蒋万安会没事吗？徐小新很早就出来喊了，他很早就出来喊说，我们5个是跟市长绑在一起。我跟你讲，就民进党的组织文化上面来讲县市首长、立委、议员。下面的民代表或者是里长，这个是一整串的，因为他的接班梯队是这样上来的。你跟我讲国民党有没有这个接班梯队？国民党没有啊，这些立委觉得，我能够选上立委是我自己拼上来的，我干掉多少党内同志啊？不是，我跟多少人竞争完了之后，我才爬上来。我讲的也是事实啊，有几区是这样啊。对不起，今天天气不错啊，不是，他就是很明显嘛。那你今天很明显的状态下，他，他也不觉得，那蒋万安觉得说，不好意思，我今天选上市长是因为大家帮我的吗？也没有啊，你今天很明显的状态下，他也不觉得，那蒋万安觉得说，我今天选上市长是因为大家帮我的吗？也没有啊，你今天很明显的状态下，他也不觉得，那蒋万安觉得说，不好意思，我今天选上市长是因为大家帮我的吗？也没有啊，你们也不过就是大家各自这边也没有啊，你们也不过就是大家各自这边乱完之后就换蒋万安嘛。你跟我讲国民党有没有这个接班梯队？国民党没有啊，这些立委觉得，我能够选上立委是我自己拼上来的，我干掉多少党内同志啊？不是，我跟多少人竞争完了之后，我才爬上来。我讲的也是事实啊，有几区是这样啊。对不起，今天天气不错啊，不是，他就是很明显嘛。那你今天很明显的状态下，他也不觉得，那蒋万安觉得说，不好意思，我今天选上市长是因为大家帮我的吗？
也没有啊，你们也不过就是大家各自这边乱完之后就换蒋万安嘛啊，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密集的一个连结的关系。那你没有这种连结关系的时候，就回到现在，你说区域对这些县市首长来讲，有觉得说，好像我压力很大。我觉得民进党有就民进党如果他的立委面临到这些，你说他县市首长要不要跳下来？大家爱讲蒋万安，我就讲一下那个义中把他取个叫蒋公子嘛啊。请问这5席到现在为止，台北是5席吗？请问蒋万安用了多大的力量弄这5席？这会不会是因为前面还没到第3阶啊？他可能还在试装。对，前面到2阶 OK 啦。2阶他们讲说2阶就是人家要签联署，所以他才没办法。不，你看我隔壁的叶元之就好了嘛。元之从1阶就开始挤啊，从来不挤。对这些被牵扯到其中的人，我哪有心情跟你等3阶啦？我每一阶就多来一次，多好一次。当然嘛，谁会在这个阶段说，没关系，你再等等哦，你再等等，我这边不急，你先不要来，我3阶过了之后，等我真的到那个时候你再来就好，不会有人这样干的啦。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会凸显出来是县市首长你自己对于这个立委被罢的这件事情，你有多少的凝结度啦？那我说为什么？其实很多话别人我刚刚讲说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要说，对不对？那有些事情是别人可以说，你不能说。就像刚刚讲区域联防，好完整那4个字给他，就朱立伦你就不适合说这个话。你是党主席嘛？你前一阵子才刚跟人家讲那个什么党主席选举的那个时程什么巴拉巴拉，被洪孟凯，我想在座大家认识孟凯吧？孟凯是讲话很有分寸的人呢。你什么时候看过他今天媒体说好，我就直接讲 ，Who care 啊？这不是孟凯平常说话的样子。我想大家认识他很多年哦，就是他没有到的那个急迫性，他不会用这个直接很明白的表达给你。所以你会发现朱立伦在谈这些罢免的事情，我老实讲，我们比他还入戏啊。就朱立伦反而变得好像，他好像在不知道从某个地方外太空，然后看着你们国民党有人要被罢免了，哎呀，我觉得你们应该搞个区域联防。那蒋万安啊，卢秀燕。你怎么会用这种态度来面对党内同志面对的问题呢？可是刚才你说在讨论这些的时候，一中刚才也有讲到说蓝营跟白营之间，尤其黄国昌主席啦，他扮演角色，或未来那国民党会不会到底会得利，还是因此会反而深受其害这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6月4号嘛，是。你说现在6四，大家都会在讨论这些，然后都会讲说因为民进党你可以看得到，从赖清德总统，然后包括萧美琴啊这些都会发脸书发或什么，大家也会看国民党到底有没有发什么。但为什么黄国昌大家会特别要去注意他们？为什么？黄国昌现在是 spotlight， 所以他今天发的这个文，因为大家对于他过去的立场跟他现在立场都会去看。他今天发了一篇很长的文，可是通篇并没有提到就是没有提到中共跟中国，所以下面很多网友就说你的中共跟中国去哪里了？好，你在讲，然后网友就把它翻出2017年的黄国昌，他当时写的比较简单，他就说，我就说这种令人就6四天安门大屠杀的历史，直接就讲了。然后他说这种令人发指的蠢话，不要为了私利继续帮残暴的中共散播谎言。就2017年的黄国昌很直白、很生猛、很有力，可是今天他那篇文啊很长啦，我大概蛮垮的，文绉绉，你们在那讲啥？所以大家说。什么都没有，通篇没有提到中国跟中共。OK， 对国内来讲的话，整个大罢免风潮，那看起来的话，尤其是对于6月7号这一天，那包括吴佩仪跟吴思瑶这2席会不会过，会不会送，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更重要一点是，如果最后的结果不管是31比0比几，那各自阵营里面在接下来要进入3阶的时候，会是用什么一个方式来应对？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